本视频是根据陶哲轩的博客编译而成，不是视频作者的观点。这里的第一人称我是指陶哲轩本人。一个人必须是天才才能做数学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对数学做出好的和有用的贡献，一个人确实需要努力工作，学好自己的领域，学习其他领域和工具，提出问题，与其他数学家交谈，并思考大局。是的，还需要一定程度的智慧、耐心和成熟度。但是一个人不需要某种神奇的天才基因，来自发地产生无中生有的深刻洞察力、出人意料的问题解决方案或其他超自然能力。孤独可能有点疯狂天才的流行形象，他们无视文学和其他传统智慧，并通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灵感，也许伴随着自由的苦难而得到增强，想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原创解决方案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让所有专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一个迷人而浪漫的形象，但也是一个极其不准确的形象，至少在现代数学世界中是这样。当然，我们在这门学科上确实有壮观、深刻和显著的成果和见解，但他们是许多优秀和伟大的数学家多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稳步工作和进步的来之不易和积累的成果。从一个理解阶段到下一个理解阶段的进步可能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出乎意料，但仍然建立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完全重新开始。例如，怀尔斯对费马大定理的研究，或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研究。实际上，我发现今天数学研究的现实，在直觉、文学和一点运气的指导下，通过努力工作自然和累积的获得进步。比我所拥有的浪漫形象更令人满意。作为数学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受到一些稀有天才的神秘启发而进步的。这种天才崇拜实际上造成了很多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接近规律的基础上产生这些非常罕见的灵感，并且具有可靠一致的正确性。如果有人假装这样做，我建议你对他们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尝试以这种不可能的方式行事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一些人过度沉迷于大问题或大理论，其他人则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或他们的工具失去任何健康的怀疑，但其他人仍然气馁而无法继续从事数学工作。此外，将成功归因于天赋，超出个人控制范围而不是努力、计划和教育在个人控制范围内，也会导致其他一些问题。当然，即使人们摒弃了天才的概念，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仍然有一些数学家比其他人更快、更有经验、更有知识、更有效率、更细心或更有创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最好的数学家才应该做数学，这是将绝对优势误认为比较优势的常见错误。有趣的数学研究领域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数量是巨大的，远远超过最好的数学家所能详细涵盖的。有时你拥有的工具集或想法会发现其他优秀数学家拥有的东西被忽视，特别是考虑到即使是最伟大的数学家在数学研究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弱点。只要你受过教育、有兴趣、有一定的天分，那么数学的某些部分你可以做出扎实而有用的贡献。它可能不是数学中最迷人的部分，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主题的普通细节实际上比任何花哨的应用程序都更重要。此外，在一个人真正有机会解决该地区的著名问题之前，有必要在一个领域的非迷人部分磨牙。看看当今任何一位伟大数学家的早期出版物，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原始天赋可能最终有点反常，实际上对一个人的长期数学发展有害。例如，如果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得太容易，一个人可能不会投入那么多精力去努力工作，提出愚蠢的问题或扩大一个人的范围，从而最终可能导致一个人的技能停滞不前。此外，如果一个人习惯于轻松成功，那么他可能不会培养出处理真正困难问题所必须的耐心。当然，人才很重要，但一个人如何发展和培育它更是如此。同样要记住，专业数学不是一项运动，这与数学竞赛形成鲜明对比。数学的目标不是获得最高排名、最高分数或最高数量的奖品和奖励，相反，它是为了增加对数学的理解，为你自己、为你的同事和学生，并为它的发展和应用做出贡献。为了这些任务，数学需要它能得到的所有优秀人才。